那我在推特上有看到一个很厉害的日本玩家，他把门改装成这个样子，所以我也想要尝试看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ommy。那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很多我们在 iColor 还有 Can-Do 买到的东西哦。有一些是台湾还没有发售的，然后我从虾皮也看到有人在从日本带回来卖了，我就跟他买了。那今天的品项比较多，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。Go！ 3层柜，那这个我是在虾皮买的，因为台湾还没有进。然后虾皮有一些人有从日本带回来，我就跟他买了。3个颜色，其中一个是这个原木色的感觉，这个应该是最受欢迎、最讨喜的样子，是长这样子。那本身这边也是有点米黄色的感觉。那这个白色就是纯白，整个都是白的，这样子，整个都是白色的。那再来这个是灰色的抽屉跟白色的本体，然后它们3个都是可以打开的，变这样子。对，这个是一个小抽屉的感觉。你有买复数，像我是有买那个每个颜色各2个，你也可以这样子摆起来，或者是把它拿出来当做这个格子柜，有没有？可以这样子使用，或者是这样子使用，有没有？放在地板，我觉得也是蛮适合的。那如果是搭配人偶的话，非常的适合，因为它就是1:12的比例，然后买多格一点的话，就营造一些居家感，这样居家感的感觉。木箱，那这一次介绍的是雾面的，我们上次有介绍过亮面的嘛，等一下会把它拿来做一个比较。这一次它的外包装是长这样子，一个封条的感觉。那我们一样是买了深色跟浅色的，我觉得它的材质真的是比上次那个好太多了。那另外一个的话是这样子，看起来质感真的不错。那它一样是有这个收纳盒的空间可以做使用。那上次我们买的亮面登场是这样子，没有看过介绍也可以看上一支影片哦，在这个资讯卡可以看一下。那在颜色的比较上，感觉右边这个就是上了亮光漆，左边这个是雾面的感觉。那这个的话颜色就有点差异啊，对，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雾面的比较好看。那它的高度7公分，非常的1:12，对，所以你也可以把它搭配起来，像是在一个可能仓库之类的感觉啊，这样子的感觉是不错的。下一个是手推车，它是写叫做独轮车啊，然后原本的日本来的标签也是有写1:12，这个是红色的。这个手推车是塑胶感蛮重的，所以在买的时候可能你可以考虑一下白色的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是绿色的，绿色的质感会稍微好一点，但你可能可以这个亮光的地方把它改喷一些消光漆，或者是重新涂装，我觉得质感应该会好一点，就整个变雾面应该会好一点。然后人偶拿起来的感觉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，对，我随便用粘土先粘一下。那他们可以这样子推车，这样子可能是在矿工工作，或者是里面可以装一些金条啊，这样子走路这样子，对，大概是这样子，是1:12没错，但是塑胶感偏重，所以买的时候可能你们再考虑一下，看一下这个质感。好，接下来是露营椅子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包装，感觉非常时尚哦，这种透明的感觉。那在后面这边也是有写1:12。那这一次一样买了2个颜色，分别是黑色的，是这样子。其实质感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，整个椅子是雾黑，然后它的脚架是亮面的。那另外一个是绿色，对，看完了以后我觉得是黑色比较好看。这个就是人偶做起来的样子，其实是非常好看哦。那可以看到他们的身体非常的服帖，长这样子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露营椅是值得入手的一个单品，对，而且它蛮容易搭配的哦。就是如果你去户外拍照，坐在这个草地上，也不会觉得有违和感。接下来是2把微型剑，那这一把很像时钟剑的那种感觉，然后这个很像月光仙子、美少女战士那种月光仙子变身棒那种感觉。然后它的包装是蛮精美的哦，是长这样子。这个质感我觉得其实非常好，然后它有一点金属合金的感觉在里面。
对，它不是一个塑胶件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质感是蛮好的。对，它们这两个都是合金的啊，都不是那种纯塑胶的。然后这个珍珠应该就是塑胶，还有这个钻石。对，那这两个是我觉得非常的好看。这把剑非常的重，对人偶来说它是偏重，要粘很多粘土才能固定。那在站的姿势的话，也不能太倾斜，因为这个剑是蛮重。那这个月光仙子的这个呢，就非常好把玩哦，因为它的尺寸跟这个重量都蛮适中的，然后可以给任何的人偶拿，它是可以握进去的。因为它握进去还会有点点松，我后面再加一些粘土，我就可以把它固定起来。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轻松做出一些我要变身之类的感觉，是蛮俏皮的。那这两把的话，我觉得你们可以斟酌啊。我觉得这把是可以买。对，那这个的话，如果你有合适的一些战士的人偶的话，也非常适合，因为它的造型跟质感真的是非常的不错。好，接下来是门，那我们一共买了2个颜色。对，那我们把它拆开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台湾也还没有进，也是找虾皮先买的。那它的组装方式很简单，就是每个底板下面有2个洞，好吗？然后这边也有2个洞，对，那你就直接把它插进去就好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门的感觉，它是本体是长这样子，然后这可以打开这样子，那个有个门窗，有个门框跟这个门的这个喇叭锁的样子。那这边这个钥匙孔，它是一个洞，可以穿过去。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它是可以看到对面去的，然后就可以卡进去，这样子。那在白色的话，它的底板是这个比较稍微浅蓝色的，然后白色的门，相较之下，白色的门可能是更耐看啊。对，这样子，然后也是把它卡进去就可以了。打开的话是这样子，那这边是这样子，这样子的感觉。那这个非常的好搭配1比4哦。你看它的人刚好高度是长这样子，高度是这样子。比如说这样子关门啊，然后打开门，它在里面这样子，然后非常的好搭。那你也可以做一些它开门的动作啊什么的，都是蛮方便的。好，那我在推特上有看到一个很厉害的日本玩家，他把门改装成这个样子，所以我也想要尝试看看。对，但我的喷涂效果很差，就是我这技术没有很好，大家稍微看一下就好。但结构是一样的。这边稍微解释一下，就是其实它一共是2个门，就是买2个一样的门，然后是这一半边切下来，然后把它拼到这里，然后反着装，因为它这边是有卡榫的嘛，它把它锯掉，然后反着装。那我们这边再加一层塑胶板，这片凸出来的部分是这样子。那我前几天买了一个油箱的扭蛋，然后再给打开，很可爱哦，这样子。那就把它粘在这边，当做它的油箱，其实也不错哦。那这边再延伸个墙壁，就可以做成一个家里的这个大门的感觉，我觉得是蛮好看的。那是给大家参考一下，也可以这样子玩。对，那这样子的话，相较下这个就比较单薄嘛。那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呢，这样子有人在里面，这样子，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？就感觉就不错，就不会觉得说比较单薄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是发售一阵子了，那我是蛮后面才买的，所以想说介绍一下给大家。化妆柜跟化妆桌，那我们一样是买了2个颜色，然后可以看到这边也是山田化学，山田化学最近出了超级多东西的，算是1比12的便宜又好用的大众。那最近还有出一些什么办公桌椅啦、餐桌椅啦，对，但台湾都还没有，所以希望台湾可以赶快进口一下。好，首先看到是这个是比较浅灰色吧，然后它是造型，主要是我觉得造型真的是做的蛮细致的。那后面这3个洞我是不知道它是干嘛的，应该是模具脱模需要的一个水口吧，我猜。然后底下是这样子，那主要是它的这个造型，对，刚刚有讲过，它做的蛮漂亮的。然后每个抽屉都可以打开，对，3个抽屉都可以打开，是长这样子。哦，我知道为什么它开3个洞了，因为如果它没有开洞的话，这个放进去会有一个空气的阻力，对，应该是这样子，它这样就可以有空气跑出来。对，那另外一个是白色的部分，
我觉得白色的也不错看，对。然后这个是化妆桌，化妆桌这边也是可以弄出来的，然后底下开了一个大洞，应该也是给空气进出吧，我猜。对，主要是长这样子。桌子就比较单纯哦，它的细节就是在这个抽屉上的蝴蝶结，然后它的桌面是一个这种有棱有角的，有点像这种巴洛克时期的装饰的感觉，我觉得蛮好看的。那这个sorry， 刚刚发出一个很尖锐的声音。那这个我觉得也是蛮搭配一比色的。如果有一些女生的角色啊，放在鱼干女的布 Rement 那一套里面，也是非常搭的哦。我有看过人家这样玩，或者是 Rement 还有出那个化妆品的那一套，对，也可以拿来搭。那搭配我们的这个抽屉柜，也是不错的，对，一个蛮居家的感觉。好，接下来是最近买了一些地板哦，那这个是学校的地板，学校教室的地板，然后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可以拼接的一个造型这样子，然后造型很简单。那它主要的拼接的地方是在这边，那它一共有两侧凸出来，然后两侧凹进去，就可以做拼接。好，我们示范一下这个凸凸的，然后这样接进去，这样就简单的这样卡进去。那因为它是地板嘛，所以放起来的话，其实这个接缝有没有，其实看不出来的。然后你可以拼接好几个，这样子。那这样这边是有两个转角，你就可以放两边是凸的，就把它这样子装进去，那就可以拼起来了。这个是我们拼了6块地板在地上，然后搭配 iColor 的课桌椅，其实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哦，因为它的颜色蛮鲜艳的，拍起来就会有一种温暖啊、温馨的感觉。然后再是它拼接的方法非常的简单，很容易就可以做出一个场景，我觉得是蛮方便的，然后收纳也蛮好的。好，接下来是混凝土跟人行道的地板，那一样跟刚刚这个学校桌一样，是用这种拼接的方式，两边凹，两边凸。那我觉得最受瞩目的是这个，就是它是人行道，然后这边是柏油路，然后这边有导盲砖，然后这个是马路的感觉，水泥地的感觉是这样子。其实也算蛮逼真的，颜色是有这种深浅不一，然后有一些渐层的感觉，然后有一些脏污在上面。等一下拼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我是觉得蛮逼真的感觉。这个是更漂亮了，因为这边你看，这图案真的蛮细致的。然后这边的瓷砖地也是，最重点是它这个导盲砖，我原本以为会蛮假的，但是其实看起来真的蛮立体的哦。可是你仔细看，它是一个非常平面的印刷哦。那它这个立体感，这个颜色真的是做的蛮高明的，把这个光稍微挡下来。对，这个颜色真的是做的蛮高明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拼起来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实际的样子是怎么样子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拼了3片地板在上面，然后是混凝土的部分。那我们放了一个。这个我不确定它是不是肯度的，但是它是我在虾皮买的，觉得蛮符合1:12的，所以我就买过来。等一下再跟你们稍微介绍一下。那可惜的是这边有2条白线哦，但是我觉得拍照的话应该会上面会堆更多东西，所以这应该不会是问题。那我觉得它的这个印刷的纹路啊，真的是蛮逼真的。这样子看，如果没这2条白线的话，这样看其实是我觉得拍照效果是蛮好的。好，这个是我们搭配了人行道的板子在前面，那一共是连后面的混凝土，这样子一共是8片的这个板子哦。然后我们停了一台车，这个是1:10的顽皮龙遥控货卡，那没看过的话也可以看上面的资讯卡。那其实这样看起来，我觉得就蛮不错的，蛮逼真的。对，如果是车头停在人行道上要开单哦，对，这种感觉其实也是蛮不错的哦，是蛮逼真的。然后这个导盲砖这样子，你也可以演说，如果你有那种人偶盲人这样走，在这个导盲砖上也是蛮有感觉、蛮有戏的。好，最后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刚刚的油桶。那它其实是放印章的，可以收纳印章的，在这里面。然后它的包装盒是长这样子，对，它的包装袋。然后我们打开给大家看一下。它其实是一个亮面的感觉。那我有看它是有获得这个日本邮便的授权，对，所以它的上面的 logo 啦什么的都是完整的哦，就是不是那种假装是
那个 logo， 你们懂的。像 Remate 有一些没授权嘛，它就会假装是那个 logo， 但是它有一些变形，是长这样子。那这个底下是可以打开的，然后里面就可以放印章，收纳印章在里面，那就把它这样子，那你就可以放在这当一个摆饰。它的尺寸是蛮符合1:12的，有没有？这个手型没换，你们就将就一下，假装它有拿信，这样子，给它放进去，这样子。它的身高也是蛮符合1:12的，所以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东西。好，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分享了。那我们这一次的东西，我觉得里面有几个东西是我觉得非常推荐的，像是台湾还没有引进的这个大门，这个玄关门，我觉得非常的好用。其实你只要贴一个珍珠板，白色的，就可以当这个一个简单的墙壁，而且它的门其实质感也算不错，对，而且一个只要49块，对不对？多划算啊！那如果你在日本买的话，大约是28块左右。如果你在台湾买的话，49块可以买到这样的一个大门。自己做真的材料费啦、时间真的都不够这个成本，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推荐入手的一个单品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粽子呢？那在这边祝大家端午节快乐！那我是汤米，喜欢的话也欢迎订阅，然后开启全部的通知。那如果你喜欢看百元商店系列的话，这底下有一个清单，你也可以去点一下，或者是点这个右上角资讯卡，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介绍的一些便宜然后又好用的那个日本100元的这些1:12的物品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